今天说书的内容是被禁锢千年的唐朝公主 Part 2。咱们上次呢说到这个李银公主呢追杀了大家，追到之后没有人可以阻止她的情况下，她还真的伤到了吴叔叔。吴叔叔被她打了一个之后，真的就流血，然后倒在地上。怎么办呢？大家开始喊师傅救我，师傅救我！李银跟这个劳伯特叔叔还有觉武，他们的同一个大楼里，突然在上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云雾。然后呢，大楼外所有的人都看，哎，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难道是外星人降临吗？原来呢，就是上轩使了一个奇幻的力量，他把它全部放在幻境里，把那个大楼隔绝了。所以他使了这个幻境之后，让上轩可以有瞬移的能力。上轩就从他的那个地方直接瞬移到吴叔叔面前，挡了李银一掌，救到了吴叔叔。这时候李银就又开始生气了，你到底是谁？你已经阻止我好多好事了，你为什么要一直这么阻止我？上轩就在心里告诉他，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你真的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吗？你好好想一想啊。好，李银公主呢就觉得反正我现在是打不赢你啦，我就先离开好了。不见了。不见之后呢，上轩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去追他，为什么？他先关心吴叔叔的伤势嘛。吴叔叔救起来之后，他们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哎，那所以李银公主去哪里了？现在这个大楼怎么回事？你怎么来的？然后呢，上轩就告诉他，哎，我不得已，我使用了一个禁忌的力量，所以他有办法把这个大楼在环境里面拿来救他，这样子。大家都说到底怎么办？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阻止他？而且他现在离开了吗？其实呢，这个李银公主呢，她就是一直不愿意离开。然后上轩就用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应该回到你的轨道上了。如果你在这个错误的轨道上，你会毁了你自己。这时候他就去看了魏永倩，他就去摸了魏永倩的额头。为什么呢？他就在拨他看他的那个额头里面，其实藏了一个朱砂痣。这朱砂痣跟李银公主有相关一样，因为就是一个前世今生嘛。然后呢，魏永倩被他这样一摸，好像想起了一点什么，然后导致他觉得他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一直跟着上轩走了。这个还是因为有前世今生的关联的。然后他就说，我有点忘记原来你跟李银有相似之处在哪里，其实你们还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李银公主呢，就是不愿意回到她的轨道上。那他们想到办法就是这样子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魏永倩就觉得不如我们就回到那个公主陵去看看究竟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又带了这个吴叔叔从小送给他的一个八卦钱币带在这身上，这样子约好隔天呢要去公主陵。他就说我自己去就好了，不能拖累你们，我不能再害吴叔叔，我不能再害你们有任何生命危险了。所有人都说你是说什么傻话啊，就还是要跟就对了。后来他们一行人坐车隔天到了去公主陵这样子，他们想去探个究竟。然后呢，魏永倩呢就在那里假装不在意，看看风景，然后都在等那个幕要开这样子。他突然走，哎，八卦钱不小心掉了，可是他没有发现。然后是觉文在后面看到，哎，你东西掉了，哎，走远了，好吧，没关系，我帮你捡起来。他捡起来之后，觉文就把它收下了。一个不注意，哇，魏永倩翻墙了，他就直接翻了那一道墙，直接下去了。他就是想要自己过去一下，觉文就说，你可以说你不能自己去，觉文就追上了，追到魏永倩的时候，魏永倩还是想要打开当初跟觉文吵架那个打开那门，对，怎么打不开？怎么搞？他就跟觉文说，你不要过来，我不能再害你们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觉文就说，你不要做傻事，你不能自己一个人面对她，她是一个多可怕的公主。结果没有想到，突然魏永倩穿墙了。所以呢，他也进去了。他穿墙之后，他虽然踩到了那个楼梯，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能力，导致他从那个楼梯一直往下掉，一直穿过楼梯，又穿过层层，一直穿，最后他就昏倒了。然后觉文就是怎么办？劳伯特叔叔来了，吴叔叔也来，两个人就问他，永倩呢？人呢？我要怎么讲啊？难道我告诉他们他穿墙了吗？怎么办呢？你们不要我！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说，不然我们去找师傅好了。魏永倩就倒在那儿，开始心里是想，救我，上轩快救我！魏永倩的梦境这样讲，哎，突然有一个雕像，那雕像的最上面有一个盔甲的那个头盔，那个雕像的后面的墙壁突然裂了，裂，皓月出现了。谁？公主在叫我。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公主可以唤醒我。那公主在哪？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怎么很有熟悉的感觉？一把把她抱起。公主，哎，又好像是，怎么又好像不是？是她在呼唤我，让我醒了吗？那她是不是跟公主什么相关？或者她不是公主？不对呀，这世界上只有公主才有办法把我唤醒。那她刚刚就叫的人应该是我啊，可她又不是公主，怎么可能有第二个人有办法叫醒我？她陷入
这个迷惘的时候，一直在看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她到底是不是公主？她怎么觉得好像又怎么不像？尚轩那时候就说：“魏永谦自己下去了，我们要赶快去救他。”所以他们就又开了墓室门，然后大家就赶快追下去。怎么办？魏永谦不见了，整个都黑黑的，我们都看不到永谦在哪。哎，那个人走过来了，那个人居然抱着永谦走过来了。他怎么全身盔甲？难道是武士？不对啊，这个墓里面没有什么兵马俑啊，怎么会有武士出现？也没有活的啊。对啊，而且也没有棺木啥都没有啊，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武士？这是哪个朝代人？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觉得这个武士跟尚轩有一种类似相同的气息，这种特质有点像啊，这样子。然后呢，皓月一看到他们，放下了魏永谦，无斧头，结果就下一个快跑，突然杀人吧！然后呢，就逃，一直跑，抓麦，我闪，我躲，躲不了了。还好尚轩就出来挡了一下。这时候皓月就被尚轩的力量震一个，摔到后面去了，然后斧头也溜去啊，脱手。然后呢，他就倒了之后他就觉得天哪，这人是谁？怎么那么厉害？对，尚轩就抬起了他的下巴，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你好好再想想，你额头上的这个饰物就是封印你的。师父很郑重的告诉你，20岁之前绝对不可以拿下来，你一定要20岁之后你才能够拿下来。皓月还是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然后两个美男子就脸对脸的时候，魏永谦就醒了。魏永谦醒的时候，皓月就趁尚轩不注意，斧头拿了。咻，然后就砍了尚轩一刀，尚轩就被他砍一个流血，全部流血。他说怎么可能？我相信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得了我。那一把斧头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有办法伤到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惨了！我的元灵是不是有任何的损伤，所以才导致我这个肉会受伤？他就想要回去看他的元灵，流着血，然后就消失了。魏永谦看到这一幕，你杀了我的尚轩！爬起来很愤怒到一直掉眼泪。这时候皓月就看到，天哪，他隐隐约约看到李银公主生气的样子，他觉得害怕，又觉得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攻击他，还是我要正面迎敌他，还是我要干脆杀他，还是我该怎么办呢？我一直做不出决定，先绕跑了，变不见了这样。然后就觉得，怎么会不见？他不见的当下，魏永谦突然被一个很大的灯照到，原来那个是龙纹雕饰的图腾在墙壁上，这个东西居然就是当时神打造的7境之一，专门镇压这些7神的。可是这时候尚轩已经回到了他的仙界，他的天域，去查看他的元灵。他的元灵是其中一个神帝云在照顾的。帝云就说：“你的肉体已经不能用了，不然这件事情交给我好了，我来办。”这里就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对，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尚轩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你还是要放心交给我，我还是要决定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好，我们就转回到魏永谦身上。魏永谦被严禁的龙纹雕是教到之后，突然从里面走出一对唐代的宫女，这么多走过穿过他了，原来全部都是灵魂。突然间，魏永谦不见了，他被那个严禁吸进去了。原来那个就是镇守李银公主的严禁啊。然后呢，本来尚轩在的时候，他有问过他说，他们要怎么样把李银公主挣回去？他说严禁是最后的手段。为什么它叫严禁？那你有没有记得李银公主会有让水听话的能力？那能震她的只有火的能力吧？所以严是不是双相克？所以他们打造就是严禁来震李银。对，其他的神的能力当然就有相对应的去震，所以他要打造7境。这个其他的境后面会讲到哈。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严禁要从哪里来？尚轩那时候就变了一个严禁在这儿。隽文还说：“哎呀，真有你的，就是他了。”怎么没有了？他说你也知道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不是2个人吵架就碰到那个严禁倒了吗？倒了，就是他搞的嘛。所以尚轩就告诉他，那要问你啊，罪魁祸首。隽文还拎着尚轩的衣服跟他说，你根本就是在耍我。魏永谦因为被吸进去之后，原来他居然靠龙纹雕饰的严禁穿越到古代，他就在唐朝的宫主殿里看到李银公主又跳舞啊，跟他的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有一天他跟皓月说：“皓月，
你来，你看这样。为什么他会跟皓月这么好呢？其实当初皓月被派给他当护卫，他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孤独在皇宫里跳舞，我还不小心自己踩到裙子跌倒啊，就觉得好丢脸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大帅哥在他面前要牵他，然后李公主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哥哥，温暖这样。皓月没有嘲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对他是很爱慕的。然后呢，他就跟他说：“皓月哥哥，你带我出去玩好吗？怎么出得去？就是进宫啊，出不去啊。这样子的人好无聊，就是他很想出这个宫，他觉得他自己很孤单，他就开始跟皓月倾诉他心里的一些话，倾诉久了，两个人互相得到信任了，所以皓月才成为他守护的护卫这样子。然后呢，有一天皓月在宫里突然找不到李莹了，一直找不到，你在哪里？找不到，突然在草丛底下看到他，因为他在草丛底下睡着了。他睡着的情况下，他突然看到特写大腿，特写胸，特写嘴唇，皓月就情不自禁的下去靠近，然后就偷亲李莹。在偷亲的状况下呢，李莹早就已经张开眼睛了，她就是张着眼睛看着那个皓月哥哥在亲她。突然皓月就换边转过来说：“发现。”赶快爬起来，然后就大脸红，赶快转过去啊！我知道我是故意，就开始一直解释。他就跟皓月哥哥说：“我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而且还把他抓他头发返回这边说，我不觉得不舒服啊，我只是觉得就是调皮啊，他没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他本来就是要解除这个尴尬，所以他就告诉皓月说：你带我出去玩啦！这样，这些全部都被穿越的魏永倩看见了，因为魏永倩就是这样穿越当年去看这样，在现实生活中的学文啊、吴叔叔啊、劳勃这说怎么办？魏永倩真的不见了啊！永倩她去哪里了？然后觉文又说：这个要叫我怎么解释？他就穿墙的时候没办法解释，被那个眼镜吸进去的时候没办法解释，因为太玄幻了。但这样解释，我忘记这个人还在，那就是皓月那个斧头又来了，两个就开始逃，又跑回来了。我们忘记这个人还存在啊，快逃啊！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逃出那个陵墓这样子。皓月就说：“我绝对不准任何人打扰我的公主。”他又没有办法知道李莹公主和魏永倩到是什么关系，然后所以他就又逃，到最后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解决。因为为什么皓月本来还要打绝文的时候，绝文刚好想到，我刚刚不是有捡到魏永倩的八卦钱，我就对皓月丢。赶快跑！所以他们就逮到机会就绕跑，全部都绕跑成功了这样子。然后这三个人又怎么办？魏永庆也不见了，皓月又在里面，商圈也灰飞烟灭了。对，然后所以三个人就跟他出来，开始逼问绝文，到底魏永庆去哪里？我，好吧，咱们就下一节分享。